大家好，我是明教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俄罗斯正在发生的诡异失踪案。2025年6月10日夜晚，莫斯科郊外的一栋房子里，有一个女孩正在打包一个黑色的行李箱。她今晚要逃离这座房子，去圣彼得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彻底消失了，没有监控，没有目击者，她也没有到过火车站。房子里唯一的证人是一个80多岁的老妇人，可是她什么也说不清。男朋友发来消息问她在哪儿，女孩的手机显示正在输入中，但是消息再也没有发过来。这个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呢？失踪的女孩叫维卡涅恰耶娃，今年22岁，居住在莫斯科列斯纳亚街12号。这座房子是她男朋友的家。警方来到这里调查维卡的失踪，房子里没有血迹，没有搏斗痕迹，也没有陌生人的指纹。维卡的男友叫罗曼·米利亚耶夫，他说自己当晚并没有回家。晚上7点左右，罗曼的母亲回到家里，没有见到维卡。之后，他带上宠物狗去了罗曼所在的公司，两人开车前往图拉的别墅。第二天早上5点返回莫斯科，正常上班。此时维卡已经失踪，但两人并不知情。家中还有罗曼的祖母，可他年事已高，并不知道维卡发生了什么。那么维卡去哪儿了呢？罗曼的母亲说，维卡与一个40岁的男人有染，他可能去找了这个男人。但是这名男子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，所以他并不想说出他的名字。在警方的多次调查之后，发现罗曼母亲怀疑的这个男人就是安德烈耶维奇。维卡的确与他来往密切，维卡经常发布一些关于他的私人照片。那么这个人是否与维卡的失踪有关呢？于是警方赶往莱蒙托夫街3号，这里是安德烈耶维奇的住所。据安德烈讲，维卡是外地女孩，在莫斯科她有很多事情需要自己的帮忙，但是他们之间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。虽然维卡经常来自己的家里聚会，但是6月10号晚上维卡并没有来。不过他知道维卡的失踪可能与水有关。最近维卡交往了一个新男友，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他叫瓦蒂姆·阿加夫诺夫，住在圣彼得堡。维卡离开罗曼很可能是为了去找他，所以维卡的失踪可能与这个新男友有关。巧合的是，这个瓦蒂姆·阿加夫诺夫在维卡失踪的第二天6月11日正好从圣彼得堡来到了莫斯科，并且他还到过维卡住的房子。那么他是否知道维卡的下落呢？据瓦蒂姆说，维卡与自己是情人关系，两人约好一起去圣彼得堡生活。他之所以来到莫斯科，就是来接维卡走的。在6月10日晚上11点10分，是维卡最后一次与自己联系，但是1分钟以后，维卡就不再回复任何消息了。手机显示维卡正在输入信息，不过他等了一晚，也没有收到维卡的任何消息。第二天，他去了罗曼家找维卡，被告知维卡已经离开，所以维卡去哪儿了，瓦蒂姆也不知道。但是他怀疑维卡的失踪与罗曼有关，因为在失踪前，维卡与罗曼发生了争吵。现在有3个嫌疑人，他们都不承认自己与维卡的失踪有关，并且都在怀疑另一个人藏起了维卡。那么究竟是谁在撒谎呢？而且到目前为止，维卡究竟是死是活还不能确定。瓦蒂姆·阿加夫诺夫在来到莫斯科之后一直在寻找维卡，他拜访了维卡在这里的所有朋友，其中也包括安德烈耶维奇。随后，安德烈耶维奇也加入了寻找维卡的队伍，他们一起号召了大量的志愿者加入了搜索行动，在柳别尔奇和吉尔任斯基地区以及周边展开搜索。搜索队分为徒步和驾车，白天和夜晚，森林和城市。搜索行动持续了1周。志愿者检查了所有的地方，包括附近的地下室和废弃的建筑，一丁点线索都没有。当地的居民也加入了搜索，他们当晚没有人见过维卡，人们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努力也许都是徒劳的。维卡可能从未离开过那个房子，或者他没有活着离开。维卡的母亲也在寻找女儿，她对这3个嫌疑人又是如何评价的呢？她说，罗曼的母亲曾经当面向维卡说，我们已经接受你成为家庭的一员，大家都爱你，也习惯了你。不过目前看来，他的这些话都是骗人的。维卡失踪以后，罗曼一家人不但没有帮助寻找维卡，而且罗曼的母亲还向其他人说，维卡是个问题女孩，只会给他们家添麻烦。女儿在失踪前曾经提到过，男友的嫉妒心很重，控制欲很强，而且还染上了毒瘾，这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每当罗曼使用违禁药物时，都要打维卡。这些事发生在罗曼的家里，而罗曼的母亲并不阻止他的儿子，反而认为维卡是一个很开放的女孩，所以很明显，她并不喜欢维卡。母亲常常劝女儿与罗曼分手，但是维卡依然爱着罗曼，不忍心就这样离开。维卡常常向母亲提起安德烈耶维奇，他一直在帮助维卡。维卡失踪后，这位母亲去拜访了安德烈耶维奇，她说多么希望可以在院子里见到维卡与安德烈在一起。可惜维卡不在这里。
至于瓦蒂姆，维卡从未向自己提起过，但是在这场搜索中，瓦蒂姆让所有人都认识了他。瓦蒂姆几乎是偏执的要找到维卡，他多次去见了罗曼母子，询问当晚的事情。起先，罗曼说他们去了别墅，不知道维卡的去向。后来，罗曼的母亲又否定了儿子所说的话，他说他们没有去过别墅，而是待在家里。罗曼与维卡发生了争吵，然后罗曼上楼，维卡趁罗曼不在身边偷偷溜走了，所以他们不知道维卡去哪儿了。那么母子俩谁在撒谎呢？当晚他们有没有去过别墅呢？这成了一个可疑的问题。瓦蒂姆再次打电话给罗曼，并且录下了通话。罗曼，我不想惹你生气，但是我要严肃地问你，因为你说的话前后矛盾。罗曼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最好现在就坦白。罗曼回答：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瓦蒂姆又打电话给罗曼的母亲，这位母亲说，11点的时候，我和罗曼出发了，中途吃了一些东西，我们自己带了饮料，然后去了别墅。瓦蒂姆说，你们午夜去了别墅，然后早上就回来了，对吗？罗曼母亲说，我们6点回来，然后我去上班了。罗曼的母亲在这次通话里再次更改了他的说法，那么他为什么要反复改变去别墅这件事情呢？谁会在午夜的时候去郊外的别墅里待几个小时呢？于是警方将罗曼母子分开审问。面对质疑，罗曼表现得非常冷静，他说自己与维卡吵了架，于是出门散心，维卡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离开的。反而罗曼的母亲表现得非常紧张，说话前后矛盾。警方对这位母亲展开了心理攻势，最终在6月17日晚上，罗曼的母亲先开口了，她说是自己的儿子杀死了维卡，而自己帮助儿子藏匿了尸体。维卡涅切耶娃出生于俄罗斯的莫尔桑斯克。2年前，他来到了莫斯科，在一家供应链企业里找到了一份采购的工作。罗曼是他的同事，一个瘦弱、长相稚气的小男孩。两人很快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罗曼是莫斯科本地人，与母亲和祖母生活在一起。他邀请维卡住到自己家里来，于是维卡搬出了出租屋。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，他们与夫妻没有区别。在罗曼母亲的眼里，维卡与其他的男人之间关系非常开放，她并不喜欢这个女孩。很快，维卡也发现罗曼总是耍孩子气，经常与他吵架，甚至还会动手打他。而且罗曼还有毒瘾。2025年5一假期，维卡去了圣彼得堡，他见了一位网友，27岁的瓦蒂姆·阿加夫诺夫。两人在4月底相识，很快成为了情人关系。维卡向他抱怨自己的男友，于是瓦蒂姆建议维卡离开罗曼，来圣彼得堡与自己一起生活。维卡并没有承诺什么。假期结束后，他回到了罗曼身边。在6月9日，维卡突然打电话给瓦蒂姆，他哭着说罗曼又打了他，他要永远的离开罗曼，让瓦蒂姆马上来接自己走。但是瓦蒂姆家中养了一只小猫，他需要先把猫送到朋友那里才能来接他，所以他需要在第2天出发，6月11号才能见到维卡。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定好了去圣彼得堡的计划。而此时的罗曼与维卡刚刚吵完架，他离开了家。6月9日一整晚都没有回来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。6月10日下午，瓦蒂姆联系了维卡，他正在美甲店里做指甲。两人再次确认了来圣彼得堡的计划。瓦蒂姆已经买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，并为两人买好了一起返程的车票。6月10日晚上，维卡与罗曼再次发生了争吵，所以维卡决定提前离开罗曼家。他准备搬到安德烈耶维奇那里暂住一晚，不过他没有提前通知安德烈耶维奇。晚上7点10分，维卡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与瓦蒂姆发消息。他说自己在离开前需要与罗曼谈一下。之后，维卡就再没回复过任何消息。此时，瓦蒂姆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。罗曼并不能接受维卡的离开，他见到无法挽留维卡，于是在愤怒之下勒死了他。而这一切都被他的母亲发现了。这位母亲非常爱他的儿子，她不能让儿子陷入困境中，于是决定帮助儿子隐瞒这件事。他们先用毯子将维卡卷起来，再用胶带缠紧。罗曼母子将维卡抬出房子，装进了后备箱，然后驱车前往图拉。在图拉的郊外，他们有一栋别墅，路程大概170公里。母子两人在高速上想起了晚饭还没来得及吃，于是他们将车停在了路边一家汉堡店的门口。他们在店里吃起了汉堡，还自己带了饮料。而此时维卡的尸体还躺在后备箱里。吃饱后，他们去了别墅，取了铲子，在别墅外面的田野里挖了一个深坑，将尸体埋了进去。此时正好是午夜时分，他们在别墅里休息到早上5点，开车返回莫斯科，正常上班。此时瓦蒂姆也抵达了莫斯科，他按照维卡给的地址来到了罗曼家，却并没有见到维卡。他以为维卡或许改变了主意，
而不知道女友已经死了。他有2张返程的车票，却只有1个人回到了圣彼得堡。不过很快，他得知维卡失踪，警察正在找他。于是瓦蒂姆第2次赶往莫斯科寻找维卡，他也是整个搜索行动的主要组织者。6月17日夜里，罗曼的母亲承认了儿子杀人藏尸，警方连夜带他去了别墅。不过，在他指定的位置，并没有找到尸体，因为埋尸的时间是在午夜。罗曼的母亲说，已经认不出埋尸的地点了。警方用了2天时间搜索了别墅附近的荒地，终于，警方挖到了一个深色的毯子，用胶带包裹着，里面正是维卡。6月19日，警方正式逮捕了罗曼。不过，罗曼面对指控表现得十分镇静。警方也很好奇，罗曼看起来比较瘦弱，五官精致，样子甚至还像一个孩子。他们询问罗曼：“你怎么有足够的力气勒死一个健康的女孩呢？”而罗曼并没有回答警方的问题，他不承认自己杀死了维卡。参与审讯的警察说：“这个男孩冷静得像一辆坦克。”目前，罗曼被送往沈田拘留中心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，可能面临10几年的刑期。而罗曼的母亲帮助儿子藏尸，可能会被判处缓刑，并不会真正在监狱里服刑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